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田和梨佳女士所著的《40岁后的长活与军活指南》这本书。正如大家所知，长活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健康方法，它能改善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各种不适，不仅仅是便秘、腹泻、情绪，还能改善肌肤、缓解湿疹、辅助减肥等。通过长活，实际上可以期待身体各方面的体质改善，但是当我们真正想去实践时，却会发现方法太多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。这时候，今天要介绍的田和老师的方法就派上用场了。田和老师的长活原则非常简单，那就是做让肠道高兴的事，避免让肠道讨厌的事。当然，在现代饮食生活中，要100%做到让肠道完全满意，其实并不现实。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去避免，食品添加剂、有害物质等，总还是会摄入一些。不过，没必要对长活抱着过于严格的态度。比如，如果今天吃了让肠道不舒服的食物，那明天就注意吃些让肠道高兴的食物，或者以1周为单位，尽量多增加几天肠道友好日。即使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做，也能期待获得充分的效果。田和老师对长活的讲解既容易理解，又非常容易实践，所以让我们一起愉快地学习吧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长活4步骤解析；第二，每天吃纳豆的人要注意，纳豆里的某种东西会杀死肠道细菌；第三，超简单，醋的组合才是长活最强食谱。这3点内容都非常重要，请一定看到最后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长活4步骤解析。最近长活之所以成为热潮，源于欧美各国研究者陆续发表了很多关于肠道功能的研究成果。肠道对于所有希望身心健康的人来说，都是极其重要的器官。尤其近年来，人们已经发现肠与脑之间存在密切关系，因此通过长活来预防认知症、痴呆，促进大脑活性化也备受关注。那么，为了加深对这个不可或缺的肠道的理解，肠道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7类：消化、吸收、排泄、免疫、合成、解毒、净血。其中，免疫、合成、解毒、净血这4个功能是长活中最关键的。简单解释如下：免疫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，合成从食物中生成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和激素，解毒将有害物质和废物排出体外，净血肠道状态和环境决定了营养能否顺利被吸收到血液中，从而影响血液的质量。解毒方面，虽然肝脏和肾脏也有解毒功能，但肠道是极其重要的排毒器官，体内大约75%的毒素都是通过粪便排出体外的。由此可见，当肠道功能正常运作时，通过解毒和净血功能，体内循环的血液会变得干净；通过免疫和合成功能，血液里会充满免疫细胞和营养，从而打造出一个抗病健康的身体。反之，如果肠道功能下降，有害物质就会进入血液，毒素随血液流向全身，自然会在包括大脑在内的全身引发各种不适。所以，把长活看作是提升全身血液质量的过程，就能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长活对健康如此重要。要让肠道的7大功能正常运作，肠道菌群就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如果用显微镜拍摄肠道内部，会看到如同花田般的景象。因此，肠道环境也被称作肠道菌群。肠道里大约有100兆个细菌，重量加起来大概1到2公斤，相当于我们体重的一个不小的比例，真是令人惊讶吧？这些肠道细菌的大部分都生活在大肠中，种类多达数百到数千种。据最新研究显示，这些细菌所携带的基因信息，可能会对我们的性格和疾病产生影响。既然我们体内有100兆个带有遗传信息的肠道细菌，那么通过改善肠道环境，不仅能增进身体健康，
还可能改善抑郁、自闭等心理问题。人们对此也寄予厚望。虽然目前科学证据还不完全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肠活已成为全球范围内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。回到正题，肠道菌群的种类与数量，其实因人而异，与出生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。田和老师指出，维持肠道细菌的多样性，就是所谓的肠活。那么要如何做呢？我们需要保持肠道清洁，为肠道细菌提供食物，促进它们的活动，从而改善肠道环境。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关键概念：益生元和益生菌。这两个词名字很相似，但在肠活中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区别。益生元指食物纤维、发酵食品、低聚糖等，为肠道细菌提供营养、促进活性化的食物。益生菌指乳酸菌、双歧杆菌等，可以改善肠道菌群的活性微生物。所以，所谓的肠活，就是在日常饮食中，给益生菌这些好菌提供益生元这样的食物，让它们茁壮成长。田和老师提出的肠活4步骤，很多人对肠活存在误解，以为只要吃纳豆、酸奶，多补充乳酸菌就够了。确实，乳酸菌很重要，但那只是肠活的一个环节。真正完整的肠活需要4个步骤，才能发挥最大的健康效果。步骤1：停止伤害肠道细菌的行为。步骤2：补充多样化、有益的益生菌、乳酸菌、双歧杆菌等。步骤3：补充益生元、食物纤维、发酵食品等。作为细菌的养分，补充益生元、食物纤维、发酵食品等。步骤4：通过无压力的生活方式，激活肠道细菌。不要只关注饮食或增加益生菌，而是要综合4个步骤，才能最大化地发挥肠活的效果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纳豆每天吃未必是好事。我们将具体讲解步骤1：停止伤害肠道细菌的行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其实摄入了很多会破坏肠道环境的食物，要做到完全避免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只要有意识地去减少，饮食习惯就会大大改善。那么，哪些食物是肠道讨厌的呢？造成肠道菌群多样性丧失、破坏肠道环境的最大原因之一，就是食品添加剂。现代人每天大约会摄入50种以上的食品添加剂，一年累计大约4公斤。可以说，除了新鲜蔬菜水果、天然鱼类，几乎所有食品里都有添加剂。例如，加工肉类、火腿、香肠、培根是肠道最讨厌的代表性食物。某位生物学教授做过实验，把细菌群落放进培养液里，再加入一种常见食品添加剂山梨酸，结果细菌群全部死亡。而山梨酸几乎存在于火腿、香肠、面包、蛋糕等大多数加工食品中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每天都在吃这些加工食品，肠道细菌就会不断死亡，肠道环境也会越来越差。不过，即便很多人已经尽量避免加工肉类，还是会通过吃腌制食品、泡菜等发酵食品摄入一些隐藏的风险。另外还有一点也必须注意，那就是纳豆。纳豆本身作为发酵食品，对肠活是非常推荐的，但是要小心随附的纳豆酱汁，这些酱汁里往往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。如果每天吃纳豆，却又每天连同添加剂丰富的酱汁一起吃，反而可能让肠道的好菌逐渐消失。因此，建议大家选择不附带酱汁的纳豆，或者即使有酱汁，也不要使用，改用酱油等来调味。也就是说，看似对肠道有益的纳豆或腌制品，如果食用方式不当，反而可能因摄入过多食品添加剂而伤害肠道。这就是现代饮食习惯的一个陷阱。在第2部分中，我们将介绍对肠道危害特别大的几种添加剂。其实，只要看食品包装背面的营养成分表，就能识别这些成分。购买加工食品时，至少要避免以下3类：第1位，果糖、葡萄糖、液糖；第2位，蛋白水解物；第3位，调味料、氨基酸等。这3类添加剂必须特别小心。果糖、葡萄糖、液糖，
常见于碳酸饮料、沙拉酱、烤肉酱等。它不仅会对肠道环境造成不良影响，本身还是糖分的集合体，会迅速升高血糖，引发大量胰岛素分泌，导致低血糖、肥胖、氧化压力过大，进一步引发衰老、动脉硬化、脑梗塞、心梗等各种生活习惯病。所以不仅是为了长活，更应该尽量减少摄入蛋白、水解物、调味料、氨基酸等。这是加工食品中常见的鲜味成分。很多加工食品之所以觉得美味，就是因为它们含有人工合成的鲜味物质，人们很容易对这种鲜味产生依赖，这也是食品厂商提高复购率的策略。然而，对我们的肠道来说，这些成分却是确实的负担，会杀死肠道细菌，削弱肠道的解毒功能，使血液质量下降，导致有害物质在全身循环，结果就是不明原因的疲劳感，身体状态长期无法好转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要大家完全杜绝加工食品，突然彻底戒断也很难坚持。正确的方法是尽量减少食品添加剂的总摄入量，逐步为肠道创造更舒适的环境。这样一来，饮食结构会自然过渡到少添加剂、多蔬菜水果和鱼类为主的健康饮食，这才是理想的健康方式。食品以外的隐形杀手——除菌与药物。其实，除了食物，还有一些肠道讨厌的东西，会杀死肠道细菌，那就是除菌用品和药物。例如，回家立即喷除菌喷雾，进店前必须用抗菌剂清洁。虽然说适度除菌对预防感染很重要，但别忘了除菌喷雾、抗菌洗剂中的化学物质会随着呼吸进入人体。冷静想一想，这些化学物质不可能只杀死坏细菌，却对肠道细菌毫无影响。事实上，它们在杀灭细菌的同时，也会损害肠道菌群，破坏肠道的多样性环境。结果是肠道细菌减少，反而让身体免疫力下降。所以，预防感染需要适度除菌，但过度除菌却不利于肠道健康。此外，比食品添加剂和除菌用品更危险的，就是抗生素和激素类药物的长期使用。这些药物对肠道细菌的杀伤力极强，会造成菌群大幅减少，严重扰乱肠道环境。药物的强度因产品而异，而且有些人因为生活习惯病等原因，必须长期服药，所以不能轻易说应该停药。但是，抗生素确实会破坏肠道菌群，这是医学界公认的事实。在服药的同时，即使稍微做一些常活常识，肠道环境也很难真正改善。很多人无论怎么努力，效果始终不理想。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日常在持续服药，比如头痛或经痛的人，可能离不开止痛药。当然，药物对疾病治疗非常重要，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服用不必要的药物，或者稍有不适就立刻依赖药物，那么不妨重新思考一下用药方式。这样做，或许能让肠道环境逐渐改善，让身体重新变得更健康。毕竟，如果身体的免疫力本身足够强，就不容易生病。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依赖药物，而是通过增强自身免疫功能，打造一个能够自我防御疾病的健康体质。这正是长活的目标之一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超简单醋的组合才是长活最强食谱。接下来我们将解说推荐用于长活的食物。从这里开始讲解，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些对肠道环境有益、值得积极摄取的食物。田和老师提出，肠道喜欢的饮食有5大原则：充分摄取膳食纤维，每天吃发酵食品，讲究优质的水和油，避免含有食品添加剂的食物，晚上尽量少摄取糖分。在第一部分提到的长活4步骤中，步骤2对应的是补充益生菌，步骤3对应的是补充益生元。很多人可能会把两者分开来看，但如果有一种食物能同时满足步骤2和步骤3，那长活就会变得非常简单。最强长活食谱等于温醋卷心菜。这种料理做法非常简单，
把卷心菜切成易入口的小块，放进微波炉加热，然后用盐曲加纯苹果醋加赤砂糖调味。这就是田和老师强烈推荐的食谱。卷心菜本身就含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加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能改善便秘、吸水膨胀、粪便变软，有助于减肥、热量低、饱腹感强、调理肠胃、增强免疫、美肤、预防高血压、延缓衰老、缓解疲劳。可以说，卷心菜是预防万病的代表性蔬菜，再加上发酵食品的醋，就能把卷心菜的功效进一步提升。所以，温醋卷心菜等于同时满足益生元加益生菌，可谓最强长活食谱。如果怕米醋酸味太重，换成纯苹果醋会更加柔和，容易入口。其次，优质的水与油。田和老师强调，挑选优质的水对肠道环境至关重要，因为人体约60%是水分，水质直接影响健康。如果长期饮用自来水那种含氯消毒的水，肠道菌数量会下降。优质的水不仅能排出毒素与废物，促进新陈代谢，改善血流，降低中风、心梗风险，帮助营养输送，促进能量代谢，有助于减肥与预防肥胖。而且体内的水分会在约2周内全部更新。每天饮用好水，仅1周就能让身体从内到外变得更干净。市面上的瓶装水主要有4类：一、天然矿泉水，来自特定水源的地下水，仅经过物理过滤和加热杀菌，矿物质丰富。2、天然水，与天然矿泉水类似，但矿物质含量较少。3、矿泉水，经过额外处理、矿物质调配、紫外线杀菌等。4、瓶装水，自来水或河川水处理后灌装。在这几类中，最推荐长活的是天然矿泉水，它富含矿物质，尤其是钙，能促进肠道蠕动，把脂肪与粪便一并排出，对便秘效果尤为显著。另外，钙不仅可以促进脂肪燃烧，还能抑制脂肪吸收，因此研究发现，摄取钙能够减少体脂肪。为了让摄入的钙充分被身体吸收，需要镁的参与，而天然矿泉水中也含有镁。研究表明，缺乏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，因此从预防生活习惯病的角度来看，富含矿物质的天然矿泉水是非常推荐的。相反，自来水由于使用氯等药剂进行消毒，因此完全不适合肠道健康。虽然价格可能稍高，但饮用水最好选择天然矿泉水。顺便提一下，超市里有售可以购买专用容器带回家的水，这种水完全不含杂质，是纯净水，与用于半导体、空调设备等精密机器清洗的水相同。如果大量直接饮用这种工业用净化水，会溶解体内重要的矿物质并排出体外，对肠道细菌只有负面作用。虽然看起来似乎很健康，但超市的纯净水对肠道健康并不推荐，需要注意。最后，我们来谈谈优质脂肪。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、Omega6、Omega9 有助于促进排便。同时，人体大脑约80%是水分，但除水分外的组织约65%是由脂质构成的。当脂质氧化时，会形成过氧化脂质，对大脑产生不良影响，并可能增加认知症的发病风险。因此，从预防认知症的角度来看，均衡摄取优质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重要。尤其是劣质的塑料油，会杀死肠道细菌，引发全身炎症，从而增加肥胖和生活习惯病的风险。我们应当通过青鱼、忍胡麻油、亚麻仁油摄取 Omega3， 通过芝麻油、高温烹调油摄取 Omega6， 通过橄榄油摄取 Omega9， 保持均衡摄取，从而有效维护肠道环境。长活并不是一件复杂或遥不可及的事情，通过合理的饮食、优质的水和油、适量的发酵食品，再加上减少食品添加剂和过度用药，我们就能慢慢改善肠道环境，增强免疫力，提升身体和大脑的整体健康。
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